在20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这个岛国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崩溃了。虽然现在似乎很少提到了，但是我小时候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可以说是国际新闻中的常客。如果你说你忘了这个名字的话，那我只能说看完这期视频回忆一下吧。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绎频道，记得点赞订阅哦。斯里兰卡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但实际上原因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从斯里兰卡的殖民史，也就是锡兰时代开始说起。英国人从1815年到1948年统治斯里兰卡。当英国人到达时，这个国家是由讲僧伽罗语的人统治的，他们的祖先被认为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从印度次大陆渡海来到这个岛上的。之后，证据显示斯里兰卡人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与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人接触。不过，大量泰米尔人迁移到斯里兰卡发生在晚些的公元7到11世纪之间。1815年，锡兰的人口约有350万，主要是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约占300万人，其次是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约占30万人。英国人在锡兰岛上建立了巨大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刚开始是咖啡，后来是橡胶和茶，这种痕迹至今依然留在全人类的文化记忆中。锡兰红茶这个名词，我想没有人不知道吧？为了增加种植园的劳动力，殖民当局从印度带来了大约100万讲泰米尔语的人口从事劳动，还在殖民地北部为泰米尔族人建立了学校，并优先任命泰米尔族人担任官职，鼓励泰米尔人站在僧伽罗人头上作威作福。这些都是殖民时期对待奴工的常见分治策略，旨在分割奴工团体，让大部分奴工把仇恨投向拥有特权或者被专门打压为低等种族的少数奴工，从而让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矛盾的爆发延迟。这种做法在后殖民时期的卢旺达和苏丹地区带来了接近100年都无法结束的深重灾难。话说回来，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确实引起了僧伽罗人的强烈不满。英国在1948年承认锡兰的独立，重回主体地位的僧伽罗人很快就开始推行各种歧视泰米尔人的法律，尤其是针对殖民时期被英国人带到岛上的印度泰米尔人。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将僧伽罗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将泰米尔人从公务员队伍中除名。1948年的锡兰公民法实际上是禁止了印度泰米尔人拥有公民身份，约造成了70万人变成无国籍的黑民。这种情况直到2003年才得到纠正，但是为时已晚。泰米尔人及其同情者对这种做法的愤怒，已经导致了斯里兰卡的政府组织方式在民众中失去信心，整个锡兰岛上反复发生血腥暴乱。从独立开始，经历数十年的种族紧张局势后，成规模的热对抗终于在1983年的7月以低级别的叛乱开始。科伦坡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种族骚乱，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武装分子杀害了13名军队的士兵，这又引发了全国各地僧伽罗人对邻居的泰米尔平民暴力报复，可能有2500到3000名泰米尔人被杀，还有数千人逃往泰米尔人占多数的地区。同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宣布发动伊拉姆战争，他们的诉求是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建立另一个泰米尔人自治省，称为伊拉姆。不过，猛虎组织一开始却是将枪口对准了泰米尔人的其他派别，力图先统一民族内的意见。到1986年，猛虎组织已经基本清洗了他们的大多数敌人，占据了斯里兰卡分离主义运动的核心地位和话语权。在战争爆发时，作为泰米尔人文化归属国的印度希望和平地解决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提出由他进行调解，然而斯里兰卡政府并不相信他的动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印度政府确实在南印度的营地里武装和训练泰米尔游击队。其实这是任何人都早已知道，只是没有公布证据的事情。因为如果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一直遭压迫，不仅会有大量难民涌入，造成当时印度更大的经济危机，而且会严重助长印度南部泰米尔人邦的独立运动。如果斯里兰卡不结束民族歧视政策，印度政府就一定在帮助武装泰米尔人的恐怖组织，这是当时各国政府中的公开秘密。终于在斯里兰卡海岸警卫队扣押了一艘装载着武器的印度渔船时，泰米尔人的武装组织便被确定了是受外国势力支持的推翻本国政府的叛乱者。而对泰米尔人而言，长期的民族压迫之下，他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支持力量来从压迫中解放自己。对于双方而言，对方都是十恶不赦的恶徒，和平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当然，斯里兰卡政府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撕破伪装，彻底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泰米尔人使用汽车炸弹、手提箱炸弹和地雷来对付僧伽罗军队和平民目标，完全是恐怖主义手段。斯里兰卡政府则是采用权力下放、大量扩军的方式，进一步引导激发民间对泰米尔人进行以身份为基础的围捕、拷打等暴力行为。这段时间，斯里兰卡的人口失踪事件猛增，居民们都心照不宣，根本没有指望查出身边人失踪的原因。这种有罪不查的事情多次发生之后，也就变相鼓励了其他普通的暴力犯罪者更加无底线的实施犯罪，整个社会状态极度恶化。1987年，印度国内的泰米尔纳德邦分离主义以及来自斯里兰卡的潜在难民潮威胁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决定直接干预斯里兰卡内战，他们自称派出部队的目的是解除双方极端分子的武装，为和平谈判做准备。然而10多万的印度部队不仅没能平息冲突，而且由于从北部登陆，实际上开始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作战。猛虎组织拒绝解除武装，对印度部队发动各种恐怖袭击。更糟糕的是，印度部队与泰米尔游击队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到1990年5月，印度人的特殊军事行动毫无作为，既不能消灭恐怖组织，也不能促进冲突双方的和平。失去耐心的斯里兰卡总统拉拉辛格普雷马萨严厉警告印度召回部队，印度不得不接受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的结果。不过最后，斯里兰卡依然采用了维和人员的说法来称呼印度的武装干预，而印度部队也确实将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打击猛虎组织以及敦促游击队接受谈判，算是互相留了一点面子给国际社会看。第2年，一名泰米尔人女性在选举集会上用自杀炸弹暗杀了拉吉夫甘地总理，普雷马达萨总统也在1993年5月的一次类似袭击中身亡。印度军队撤离之后，斯里兰卡内战立刻进入到了一个更加血腥的阶段。消除了最大意志力量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很快宣布，现在是第2次伊拉姆战争。1990年6月11日，印度部队刚离开，猛虎组织便在东部省份发动正面行动，扣押了600到700名僧伽罗人警察，以削弱政府对缓冲地带的控制。在猛虎组织承诺不伤害他们之后，警察放下武器投降。然而武装分子将他们带入丛林，强迫他们跪下，然后将他们逐一击毙。1周之后，斯里兰卡国防部长回应第2次伊拉姆战争，他宣布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是战争。政府封锁了所有运往泰米尔猛虎组织基地所在的贾夫拉半岛的药品和食品，并开始进行密集的空袭。猛虎组织的回应则是屠杀了数百名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村民。穆斯林自卫队于是联合政府军进攻泰米尔人的村庄，并且对这些村庄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即使他们很多都并非猛虎组织的支持者。猛虎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已经将锡兰岛上居住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都推向了泰米尔人的对立面。此外，政府军的目标也不仅限于泰米尔人，他们趁机在苏里亚坎达屠杀僧伽罗学童，然后将遗体埋在乱葬岗。因为这个镇子是一个被称为人民解放阵线的僧伽罗人反政府团体的据点之一，政府军希望通过战争状态一起解决人民解放阵线的问题。1991年7月，5000名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包围了位于象山山口的军事基地，围困持续了1个月左右。这个山口是通往贾夫拉半岛的瓶颈，是整个地区关键的战略要地之一。4周之后，政府军调集了约1万名士兵反围攻猛虎组织的成员，双方爆发激战，各自付出了超过2000名士兵的阵亡代价。这成为整个斯里兰卡内战中最血腥的战斗。尽管政府军守住了这个咽喉要道，但是在1992年到1993年间，他们多次通过此处进攻贾夫拉的行动却始终无法取得完全胜利。之后，双方进入了相对僵持的阶段。篇幅所限，90年代后斯里兰卡人的命运和故事，就让我们留到下一集吧。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也关注世界和当代的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